好，各位好，我是乐乐。这是2002年刻在光盘里面我6岁时候的影像。我只有这一段以前有阿姨拍摄的视频，别的都只有照片了。你觉得我和现在变化算大吗？那像这样的影像能够完好的保存到现在，其实真的挺难得的。因为当我问公司的同事还有伙伴，大多数的回答都是他们家里的光盘已经坏了或者碎了，播不出来了，甚至还有变成这样的。那我们就忍不住好奇，光盘这个曾经记录了我们这么多童年回忆的东西，为什么好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消失了？那假如哪一天我从柜子里面翻出了一张旧光盘，我该怎么样重新复原里面的影像呢？这期节目我们和学而思学习机全新 T6 旗舰系列一拍即合，我们想和你一起探索这样有点复古的光学存储方式，它到底是怎么记录下一个时代的？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这些都是我们从公司里面征集来的光盘。那除了一些写在碟片上的标签之外，其实很多人早就忘记了里面录了一些什么怪东西。但假如你有点害羞，想把里面黑历史删掉的话，你会发现光盘里的内容其实用电脑是删不掉的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拿我手上最常见的这张 CD 举例，在显微镜下你看，它上面的数据其实是这样数以亿计的凹坑和平地，通过光学烧蚀的方式一环一环的刻录下来的。有一点像竹简或者甲骨文，差不多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即使这样的异形设计，只要存储数据的同心圆它没有断开，它就是能够播得出来的。反正是一种比较直截了当的物理方式，也就是我们以前经常说的刻光盘。在26年前，一台刻录机要差不多上万元，而一张索尼的空白刻录盘在当年可以卖到90块钱左右，相当于去照相馆洗150张照片，足够装满3本后相册。不同于磁盘可以通过通电来改变磁极擦写数据，对于没有商业刻录机的普通家庭来说， CD 盘基本上就是你刻上去是什么样，它就一直是什么样。这听起来它删都删不掉，这数据应该很安全，对吧？几十年以后拿出来肯定能用。如果这么想的话，就大错特错了。你可能有过类似的经历，看完演唱会之后满心欢喜拿着 CD 去找喜欢的歌手签名，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些碟被签完名之后回家一放就读不出来了，你甚至一次都没有播过，怎么会就给签坏了呢？那我们把一张 CD 切开，你就能看到其中的玄机。你看它的结构其实像是一个开放式的披萨，数据全铺在最顶上，所以随便什么东西掉上去都会弄脏它，更别说签名用的油漆笔了。所以我们一直小心翼翼保存的亮面看起来很炫彩很科技，但其实这里它没有数据，而印着标签和图案经常被大家反着放在桌面上的才是它的数据面。也就是说，在过去30年里面，这个极其符合直觉的保护动作悄悄毁掉了全球数以亿计的数据，特别离谱。那有的观众这时候可能会说了， Tim， 那我签在这个亮面是不是就可以了？其实也不是，因为你的数据保留下来了，但是你签上去字的颜色会让光驱发射的激光发生折射，这凹和平的数据没法被正确的反射回来，所以也会出现无法读取的情况。但是这个要修复要好办很多，因为它数据本身是没有坏的，只要你舍得的话，把签名像这样就可以用了。光盘不只有 CD 一种类型，后期出现的一些光盘已经做到了夹层结构，让数据能够更好的保存。那还有没有什么更特别的光盘呢？在香港的一间开了10年的音像店里，我们见到了一位热爱收藏光盘的店主兼修复师 Kenny。那这里不只有他收藏的签名圆盘，还有一种我從來沒有見過的光盤類型——雷射光盤。咁 LED 嚟講咧係最初始期嘅影碟嚟嘅，變咗比較大張啲嘅，12寸左右。咁咧有譬如唱卡拉 OK 啊、睇電影啊，或者係嗰啲棟篤笑都好啊，其實都係用呢啲形式 LED 咁大隻咧去播放嘅。佢每邊咧大約45分鐘左右，咁兩邊加埋咧都有個半鐘頭嘅。當時嘅價錢嚟講咧，大約係800蚊左右。咁當時嘅人工咧係3000至5000蚊左右，2日嘅人工先買到嘅會。如果電影會比較平啲，電影咧就大約300蚊一隻左右。當時嚟講，主要都係租碟嘅，就好少話會買翻去咯。咁呢隻卡拉 OK 咧，譬如我哋去唱歌嗰時咧，其實以前我哋咪點歌嘅，咁人哋收到我哋隻歌之後咧，就會用呢啲碟擺落去個播放機嗰度揀佢出嚟，俾我哋唱歌咁樣嘅。當時嚟講咧，其實咧啲人有時買咗隻碟翻嚟咧，可能就咁放喺度啊，可能擺喺個窗邊嗰度咧，有太陽曬住啊，會影響咗個碟嘅質素咯。
比起现在防尘防潮的数据机房，以前我们保存光盘的环境呢，确实算得上是恶劣。那不知道你遇到脏的光盘，是不是习惯性像这样，拿衣服擦一擦？但这样是肯定不对的，会带来非常多的划痕。所以如果有一张破损的光盘，比较科学的修复方式是什么呢？哇，咁樣啊！成隻接埋咗，唔知點解係咪？咁一般嚟講就呢啲係修復唔到啦，已經係啦，因為佢已經爆開咗啊！呢啲位已經係整翻平都冇用啦。咁呢隻咧就仲嚴重，有咩可能會整到咁咧？真係唔知道點樣。一般嚟講，常見嘅花痕咧就係呢啲啦，即係唔係好嚴重。首先我哋都係要用呢個清潔咗先啦。阿 Tim 咧頭先話用衣服去乾淨隻碟咧係唔啱嘅呢樣嘢，係會整花隻碟嘅。所以我就都係提示大家用翻啲專用嘅布同埋洗碟嘅水去清潔咯。咁通常我兩邊都會抹嘅，咁啊抹翻乾淨佢先。手咧就另外我哋有呢啲拋光膏啦，咁咧就擠落隻碟嗰度，跟住就會用一啲叫做砂紙揾手去做拋光嘅。我哋唔會打圈咁樣嘅，係咁樣係好容易花嘅。我哋會建議你哋係複式咁樣去擦咯，即係咁樣垂直咁樣擦，咁隻碟就會冇咁容易花咯。用手嚟拋光嗰啲叫做，咁要做好耐嘅，一般嚟講可能要做20分鐘至半個鐘頭。咁就而家有機械去做咧，其實就方便咗好多。咁1分鐘係啦，機械做出嚟咧個效果就會靚好多嘅。看完这些，你大概已经学会了怎么修复一张旧光盘了，对吧？可以去试试看。我们发现国内修复最多的光盘类型，真的不是电影和唱片，而是普普通通的家庭影像。还记得最开始我们从公司收集来的旧光盘吗？经过修复之后，有一些已经能够补出来了。被抛光的划痕下，那些朝思暮想藏着的脸，终于能和我们再次相聚。阿姨，复旦大学建校1杯周年哦，起来了。刚才所录的呢，是我家这2年的变化。现在呢，我再唱一首歌曲。当我发现，当那除了这些，很多人小时候接触最多的可能是另外一种教育光盘。比如以前新华书店里面，你买完书之后要到收银台拿小票才能领到课本光盘，你应该还记得。还有里面装着许多低分辨率视频的百科全书光盘，那它们也就是我们以前课上看到的那种清朝老片的来源之一。那当然现在已经好了太多了，打开学而思学习机，无数好的内容一键呈现。当年装在光盘里面的学习资料早已被装进芯片里，用 AI 变得更生动更高效，可以随时和 AI 老师提问互动。再看这个国际学院，外教老师化身 AI 数字人，陪你1对1练发音、读绘本、模拟对话，是一套全面又专业的英语学习体系，给你沉浸式的学习体验。这位还不用担心卡碟了，喊老师就能接着播。在 Kenny 这里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就是花了好几天的时间，看着修复师小心翼翼修復好的光盤被成功拷貝到 U 盤之後，大多數顧客都會選擇原地丟掉這個光盤，或者就留給師傅了。那這是為什麼呢？咁點解會有啲人咧會將啲碟 save 咗落去個電腦嗰度，跟住就將啲碟賣咗咧？其實分開兩個問題嘅，一個咧就係可能冇地方擠啦，另外一個原因咧，其實佢哋可能已經習慣咗係用電腦去播啊。而家你發覺好多電腦啊嗰啲都唔會有嗰個叫 CD player 或者嗰啲 DVD player， 咁啊變咗嚟講，對佢哋嚟講就反而整咗落個電腦入邊會方便啲咯。比較可惜的就是光盤繁榮的時代應該不會再出現了。上個月索尼宣布停止了生產實體的遊戲光盤的消息，現在去配電腦，你要是說想加個光驅，老闆可能都會愣一下。曾經的裝機標配，現在幾乎只剩下二手市場裡的懷舊價值。但這並非壞事，恰恰當他們失去了工具的使用價值之後，更有趣的部分才會顯露出來。那些播不出來的光盤，就算光是看着封面，好像也能想起一些故事。哆啦 A 夢，快想想辦法啊！我已經想不到辦法了啦。那你告訴我，你從小到現在最喜歡的玩具是什麼？那可多了。我覺得我們可幸福了。今天是8月8號星期五，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北京隆重舉行，沿途的大街小巷充滿了民眾的吶喊和加油的聲音。3、2、1，點火！
是第41届世界博览会的举办城市——中国上海。伴随着 G1次和 G2次高铁列车分别从北京南站和上海虹桥站驶出，京沪高铁全线正式开通运营。我们的名字叫 Hit FM， 每天无偿送上同步世界流行的动感音乐。谁说工作期间不能听音乐？选择 Hit FM 87.9。请各位朋友、各位嘉宾一起举杯，为新郎新娘的美满婚姻干杯！谢谢各位。那来唱歌吧，你唱吧。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到我镜头里去，往那站，回个头，来个特写吧。好。自己即係私人影嗰啲碟嚟講咧，譬如結婚啊，或者係啲生日啊，咁都會有人去製作一啲叫 video 啊，愛嚟留念咯，將來愛嚟睇翻咁樣嘅。在千禧年前后，光盘曾经是特别重要的存储介质，在楼下没多远，经常会看见租碟、刻碟的小店，包括现在很火的网飞 Netflix， 最早就是做邮寄 DVD 的生意起家的。而这段时间恰好和在看视频的你重叠了，可能只有这么小的一段时间区间，但我们大家享有一个共同的记忆。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最后一次把光盘放进碟机是几岁，看的是什么呢？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非常感谢学而思学习机全新 T6 旗舰系列的大力支持。学而思有22年的专业教研沉淀，优质的学习内容，完整的学习体系，有趣的学习方法。现在 AI 又带来了内容体验、学习体验的全面进化，从光盘到学习机，变的是 AI 时代学习知识的载体，不变的是学而思传递好内容的初心，让爱与科技助力终身成长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节目的话，欢迎给我们点点关注，也欢迎转发给你的朋友们看看，这对我们很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